大家好，我是阿慶，久違的好事多系列又來嘍。今天要來做的是鮭魚頭。鮭魚頭，我發現我到好事多去，它鮭魚區很大一區，它有鮭魚青肉，那另外一種是輪切的，再來鮭魚頭，再來才是尾巴。我發現鮭魚頭這一區蠻大區的，代表什麼？代表我覺得應該也很多人會去買來回家處理。那鮭魚頭，大家第一個想到一定是煮味噌湯、鹽烤，或者是清蒸。今天我就要用4種，為什麼4種？因為一盒裡面就有4顆頭，4種不一樣的鮭魚頭料理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的4道菜菜單有番茄鮭魚湯、蒜烤鮭魚頭、紅燒苦瓜鮭魚頭、鮭魚頭絲瓜麵線。那這個鮭魚頭買回來到底要不要處理呢？我跟大家講如果你是買回來沒有要馬上煮，可能要先儲存的，放在冷凍庫的，建議你都先不要碰到生水。買回來之後，直接來像這樣子拿廚房紙巾，然後把這個鮭魚頭放進來，2個蓋起來，像這樣子。折起來，這樣子的動作最主要是要去吸附鮭魚頭裡面多餘的水分，然後這樣放進來。如果家裡沒有真空機的朋友，你可以試看看這個方法。準備一盆水，然後你把這個鮭魚放進來，壓進去，透過這個水，它自然會把裡面空氣擠掉，最後再把它收起來。好，收起来之後，它這個感覺就有點像微真空的感覺，然後抹布擦一下就好，這樣子呢會更有效，對於這種尤其是這種海鮮類、魚類保鮮會更好。那像這樣處理好的鮭魚，你就放到冷凍庫去。如果家裡你的冰箱比較新型的，它有急速冷凍的功能，你就放急速冷凍，越快讓它解凍，對於這個鮭魚頭的鮮度會越好。再来，比如說我現在用了，拿出来在冷藏冰箱裡面退冰是最好的。趕時間你就放室溫。那一樣退冰的时候鋪一點廚房紙巾在底部，讓它吸多余的水分。退冰之後，最重要的是要清洗鮭魚頭，直接整個先清洗之後，拿一個小刀或刮鋰刀，慢慢的把沒有刮乾淨的魚鱗給刮乾淨，尤其是頭接近腮的地方，還有最重要的是腹部、下巴白色這個地方。這裡有藏着許多的細鱗，頭的裡面這裡有一顆紅紅的地方，一個洞，這裡面有血塊，要把它挖除乾淨。如果這裡沒處理乾淨，你料理出來比較容易會有腥味哦。先來做第一道番茄鮭魚湯，這一道的做法呢比較偏西式，所以我會用到一點點西式的香料哈。那當然主體是番茄，今天我要用最天然又健康的方式，單純就是大量的番茄下來做這一道清湯，不加番茄醬，也不加番茄糊之類的。番茄洗乾淨之後呢，先切对半，把這個頭去掉，因為這個口感比較不好的地方，先把它切掉。你這裡中間一刀，再來直接這樣子切，不要讓它太大塊，這樣子再煮，番茄的風味會比較快出來。切好的番茄先單獨一碗在這裡來準備爆香料，因為它們下的時間是不一樣的。蒜頭直接切碎，來，那洋蔥呢？直接切小丁。爆香料呢，就是洋蔥跟蒜頭。那今天這道湯我有用蘑菇，我本來要買白色的，後來我看到有一種黑色的香川蘑菇，味道蠻香的。你們如果看到可以試試看，用來取代蘑菇也不錯。看到這個香川蘑菇，它跟蘑菇長得很像，顏色不一樣而已。但是它有一個獨特的香氣，所以我覺得蠻適合跟番茄鮭魚湯在一起。這個蘑菇直接切片，切好的蘑菇我們放旁邊來，然後我有用一點節瓜，也一樣切成小丁狀。節瓜我會另外再放，因為節瓜是最後再加入，我不會太早加。材料都備好了，先来煎鮭魚頭。我今天會運用鮭魚頭，它本身它油脂比較豐富，尤其是下巴這裡，慢慢去逼出它的油，然後用這些油再來炒這些蔬菜，不用加任何一滴油，然後又很香。這個鮭魚要下去煎之前，水分一定要擦乾，不用再切了，整塊直接下去煎，煎完煮湯就好了。鍋子稍微預熱之後，直接放下來。来，尤其是下巴地方
稍微去壓一下它，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油脂慢慢出來了？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它這些油脂。可以的話哈，煎的時候用你的炒鏟稍微壓一下，讓它更均勻的受熱，也更快速的把鮭魚油給逼出來。全程用中火，慢慢把鮭魚頭每一面各煎5分鐘，差不多10分鐘。來煎到像這樣子金黃香酥，它的香氣有出來了，先放旁邊。來中火繼續炒洋蔥跟蒜頭。來用中火炒了2分鐘，你會發現蒜頭跟洋蔥稍微顏色轉暗了。蘑菇這個時候加下來，蘑菇下去轉大火開始炒。來蘑菇下去用大火炒了2分鐘，你會發現蘑菇變軟了，然後又出水了。這個是蘑菇它本身的精華汁逼出來了。番茄這個時候全部加下來，裡面的汁不要浪費哈，一樣。繼續大火炒番茄這一段就要時間久一點點，因為你一定要把番茄，第一它顏色炒出來，第二還有香氣，第三番茄盡量把它炒到糊一點、軟爛一點，半炒半煮差不多2分鐘，它已經漸漸在糊爛了。這個時候如果家裡有現磨的這個黑胡椒更棒，沒有的話你就買粗的黑胡椒粒。這裡的量大概是1/2小匙的量，再來白胡椒粉也是1/2小匙。剛剛說我會加一點西式香料，意大利香料呢加1/3小匙就好，一點點提味而已，就有點像我們中式在滷肉加一點點的八角提味的道理一樣。我剛全程下去加了所有調料，這樣煮的時間總共是6分鐘。那你會看到番茄開始變糊狀了，顏色也炒出來了。加水，這裡的水加1300cc。我們先來調味，鹽2小匙。冰糖1小匙，加冰糖是提鮮。那這個時候把剛剛煎好的鮭魚頭，那裡面有汁，不要浪費，倒進去，放下來一起煮。鮭魚頭下去之後，轉中火，保持像這樣子中滾的狀態，不要小滾。為什麼？因為這一道是屬於快煮的湯，我們不是要做西式的清湯，還要在那邊燉煮到精華出來。最重要的是要把鮭魚頭的精華融入在這個湯裡面，番茄的香氣、營養有出來，這樣就好了。我這個湯剛剛用中火煮了15分鐘，那你看有一個很神奇的地方，本來泡泡很多，然後你煮久了，這泡泡就越來越少，甚至會凝固。那這個都是番茄的營養，我們就不要撈掉了。節瓜這個時候加下來，節瓜最後加。節瓜下去呢，繼續再用中火煮3分鐘就好。第一個不要煮太久，顏色才不會不好看。第二，節瓜口感，我覺得3分鐘是黃金時間，最好吃的狀態。時間到，先關火，我把鮭魚頭先撈起來。那這個湯這樣子就可以了。第一道番茄鮭魚湯完成。第二道蒜烤鮭魚頭，這一道做法非常簡單，你只要準備鋁箔紙，把它折成像這樣，有一點高度，這個高度大概在3到4公分的高度就可以了。好，一個長方形的容器，折好之後，來馬鈴薯，馬鈴薯洗乾淨，表皮泡水，大概3到4分鐘之後刷洗乾淨，連同皮下去，因為我們要做烤的，比較沒關係。馬鈴薯切的大小來直接對半。那這個馬鈴薯我是會切稍微厚一點點的片狀。這個厚度大概是在1公分左右，切好的馬鈴薯鋪底。為什麼要加馬鈴薯？我跟大家講，第一個要烤嘛，馬鈴薯烤過口感鬆軟鬆軟的。第二，因為等一下烤會有蠻多的鮭魚油，那馬鈴薯剛好去吸附這個鮭魚油，口感特別好。好，再來是蒜頭，蒜頭去完皮之後，來稍微切個幾刀，不要太小塊哦，我們不是要切蒜碎，是蒜粒的感覺。這裡的蒜頭是這一道菜最重要的香氣來源，除了鮭魚本身的香氣，蒜頭也很重要。蒜頭直接撒上來，1/4小匙的鹽，一點點就好，均勻的撒在表面。龜頭的部分也是用1/3小匙的鹽，這樣一點點就好，表面抓一點鹽，這裡也是好，然後把它抹一抹。有吃到鹽了，对不对？來放進來，像這樣，再來
黑胡椒現磨的啊，如果沒有的話，你用粗的黑胡椒粉也沒關係。這個量大概是1/3小匙，一點點就好，在表面。香菇這個洗乾淨的，你要不要去這個頭都看你，我是不會去，我會整朵這樣子。那香菇就把它塞在旁邊，直接這樣烤，好，這樣子就好了。來，最後我會加1小匙的萊姆酒，沒有萊姆酒的朋友，你可以用檸檬汁混一點點米酒來取代，沒關係。萊姆酒你就主要是在這個魚頭上面，這樣一點點就好了。這一道夠簡單吧？只要依序把食材擺進去，利用各個食材特性，就可以烤出好吃的鮭魚頭。我們現在來烤，你的爐溫上下火180到190度都沒關係。那烤15到18分鐘不等。好啦，蒜烤鮭魚頭時間到嘍。來，要吃之前呢，上面撒一點點薄薄的一層胡椒鹽。第2道蒜烤鮭魚頭完成。第3道紅燒苦瓜鮭魚頭。今天的紅燒我有加一點豆豉在裡面，這個味道就是我們大家耳熟能詳台式在燜燒苦瓜哦，在燒苦瓜那個味。苦瓜挑選的時候，表面不要撞傷，顆粒越粗越明顯，你的苦瓜越棒。頭尾不要太乾扁哦，或者是有一點像枯萎這種感覺。基本上你的苦瓜挑選到都是品質很不錯的哦。苦瓜對半之後，把裡面的籽挖起來。其實啊，很多人都會問我說，到底苦瓜怎麼做才不會那麼苦？我會這樣覺得哈，既然要吃苦瓜，就是享受它那個摳乾的味道哦。所以苦瓜你要怎麼降低苦味？其實就是不斷的汆燙，把苦味降低，這是最快最有效方法。當然，這個裡面的這個膜啊，多刮幾下也是有一點點幫助。你就稍微刮乾淨，像這樣就好了。處理好苦瓜，頭尾去掉。把它切成3片，我再把它切成3公分的小段狀。我今天的爆香料我是用薑呢就把它切成薑條。蔥把蔥白、蔥綠分開切，蔥白的部分切小段，等一下跟薑先爆香。蔥綠的部分也是切小段，等一下起鍋前跟辣椒一起加，辣椒切小段。等一下，最後起鍋跟蔥段一起加。不吃辣的朋友，你可以不用加，沒關係。那一樣，先把鍋預熱，我先來煎鮭魚頭，這個就不用演演了哈。好市多的鮭魚頭，它大小顆不一定，所以裡面的油脂分布也不一定。所以當你發現你這一顆鮭魚頭的油脂沒那麼豐富的時候，你可以加一點油來補足。像我現在要加一點橄欖油，因為等一下油要來炒苦瓜。那這裡的橄欖油呢是1小匙，鮭魚呢用中火兩面各煎3分鐘，上色酥了，对，來先放旁邊。這裡有多一點的油脂，薑、蔥先下來炒，我還有加一點豆豉下來哈，用中火慢慢把這些爆香料炒香，用中火炒了1分鐘，都上色，香氣也出來之後，苦瓜下來。苦瓜下去一定要炒一下，讓苦瓜去吸收一下油脂，然後炒一下表面，讓苦瓜也有一個香氣。苦瓜下去一樣用中火乾炒了2分鐘之後呢，來這個時候先關火，我們來調味。記得哦，先不要加水，先加醬油，香氣才會香。黑豆醬油3大匙，米酒1大匙，白胡椒粉1/3小匙，一點點就好。冰糖2小匙，好，這樣子，再開回大火，先大火炒，炒出醬油的香氣，然後苦瓜表面有一點點上色了，對不對？這個時間大概是1分鐘，這炒的時間，再來加300cc 的水，剛剛煎好的鮭魚頭鋪在上面，汁不要浪費哦。來，它現在已經大滾了，對不對？蓋上鍋蓋，轉小火，這樣子給它燒20分鐘，記得哦，全程蓋鍋蓋，小火20分鐘。來，我小火燜煮了20分鐘，它的醬汁有沒有收縮一些了？先把魚頭撈起來，魚頭完全入味了，這個絕對放心，絕對好吃的。好，那剩餘的苦瓜，記得剛剛的蔥跟辣椒，來加下來，
轉大火，炒幾下就好，讓它顏色跟味道都出來。其實呢，鮭魚頭也有些許的膠質，那你在燒的時候，它會自然的濃稠，所以就不用勾芡了。好，下去大概20秒，關火，就直接把這個苦瓜淋上來。來，第3道紅燒苦瓜鮭魚頭完成。來，第4道鮭魚頭絲瓜麵線，先來處理絲瓜。上一集我那個短片啊，那個絲瓜煎餅，有很多朋友在問說，絲瓜怎麼挑才不會買到跟它清楚菜龜婆的絲瓜？第一，表面我說過了，長得像鱷魚皮這樣子。什麼叫鱷魚皮呢？就是很多顆粒狀，好這樣粗粗的。第二，盡量直一點。再來，你在輕輕的摸的時候，它不會軟，它是有彈性的。頭跟尾不要太枯黃或是乾掉，這樣子基本上你的絲瓜的品質都不錯哦。頭尾切掉。去皮，記得哦，在去皮盡量保持它翠綠的表面。削絲瓜皮的時候不要太大力，你削出來就可以跟我一樣漂亮，而且這樣炒出來的絲瓜或是煮出來的絲瓜湯都很好喝，也很好吃哦。我今天用爆香料是薑，好，先切成薑片，再把它切成薑條。絲瓜先切对半之後呢，這個厚度大概1公分，像這樣子。來，一樣鍋子稍微預熱一下，鮭魚直接放進來，也是煎。其實我今天的每一道料理，我的鮭魚頭都沒切，沒錯，不用太麻煩，運用整塊鮭魚頭那霸氣整個的形狀，然後下去，不管你是煮湯啊，或是像我剛剛燒苦瓜烤都好，最能把原汁原味鎖住，口感也最好。雖然這個鮭魚頭我是要來做麵線，但你煎過絕對對你的湯頭有加分。來，鮭魚頭稍微煎一下之後，讓它上色。我這裡是1大匙的橄欖油，我們先來煎3顆荷包蛋。雞蛋打下去，全程用中火煎，最主要是要讓它周圍讓它酥脆上色。來，我用中火，第一面煎了差不多2分鐘，好，翻過來，就是要這種感覺，恰恰像這樣子，這樣子等一下呢，你在煮絲瓜麵線的湯呢，這個蛋香會出來，非常的好吃。我現在翻面過來，我一樣繼續是用中火繼續煎。翻面之後，差不多煎了40秒，你把薑絲放下來，跟着荷包蛋煎一下，稍微炒一下，大概有把那個薑絲的香氣煸出來就好了。這個時候再把絲瓜放下來，絲瓜下去之後，水1200cc，趕快下來。絲瓜下去，鮭魚頭也跟着加下來，因為要煮一下，味道才會出來。這裡麵線我教大家一下，我們今天不用汆燙，把麵線用清水把表面的澱粉洗掉之後再下去煮。我要呈現呢這一道湯，它稍微有一點點那種麵粉的香氣，那這樣你在煮的時候也不用擔心說太鹹，或者是麵粉味，或者是那個濃稠度太高。洗好的麵線，剪刀剪一下，剪對半，不要太長，像這樣子。再來把麵線放下來煮。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我的秘密武器，我自己在煮這一道，我很喜歡加面筋。好，這個去超市都買得到米梯，那你就買原味，不要花生的。那面筋有分口味淡跟鹹，我這個是屬於比較淡。這個面筋直接整罐倒下來，好，下去之後來攪拌均匀就好了。我跟大家講，這一道完全不用調味，你只要來一點點的胡椒粉，1/3小匙的胡椒粉，這樣就好了。因為麵線本身有鹹味，再來這一罐麵筋裡面也有一點點鹹味，但它的甜味會比較高。那兩個綜合在一起，這一道湯會非常的好喝。剛剛麵線下去，差不多給它煮5分鐘，你會看到麵線呈現，我覺得這是最完美的狀態，稍微爛又沒有很爛，我喜歡吃這種口感。那如果你要吃不要那麼爛，硬一點，你就可以3分鐘就好。好，這樣子就可以起鍋了。最後一道。鮭魚頭絲瓜麵線完成，好啦，今天好事多系列之鮭魚頭篇跟大家分享4道鮭魚頭的料理，有煮湯、煮麵線，還有燒苦瓜跟烤的。那希望今天這一集呢對大家有所幫助，以後你到好事多看到鮭魚頭就可以大膽的買回來料理啦。美味的鮭魚頭料理上菜。